你有没有这样的礼物？它呢，对你来说不太实用，就是平时你很少会用它，但是呢，因为它是你的朋友送给你的礼物，你又不能把它扔掉，所以每次你看到它，心里都会有两个感觉。一方面，你知道啊，这是你的朋友很用心的礼物。用心就是他们想了很多，他们找了一个很特别的礼物。另一方面呢，它对你来说又真的没有用，它放在那里很占地方，而且它就躺在那里吃灰。吃灰就是如果一个东西一直放在那里不用，它的上面就会有一层灰，一层灰，这样的东西我们说它在吃灰所以每次看到这样的礼物我都很头疼，很烦。最近呢是圣诞节和新年，所以又到了送礼物和收礼物的时候。今天呢，我在家里收拾我的房间，然后我就又看到了几个让我很头疼的礼物。比如说，第一个是这个东西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个叫围棋，是一种很老的棋的游戏。这个是谁送给我的呢？这个是我的以前的男朋友，我的前男友送给我的。所以这个是10年前他送给我的。为什么送给我这个礼物呢？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学习国际象棋。这个就是国际象棋。好，那个时候我在学习国际象棋，所以当时我的男朋友觉得那你可能对围棋也感兴趣吧，所以他就送给了我这个。我看到的时候，我想，OK， 我不感兴趣，但是我试一试吧。我试着下了2次、3次，我真的对它没有兴趣。对我来说，它太难了所以这个东西呢，就一直躺在我家里吃灰。这个东西你看，它非常大，对吧？又很重，它里面这个棋子，很多棋子是玻璃做的，非常的重。那为什么已经10年了，它还在我家里？因为呢，第一，这一套棋挺贵的。10年前的时候，我记得好像差不多是80多加币，所以再加上税以后，要差不多100加币了，非常贵。那当然我不能把它扔掉。我也试着问了我的几个朋友，我想送给我的朋友，他们也不要，他们觉得太重，太占地方。然后我也把它放到网上想要卖掉，也没有人有兴趣，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办。我在这10年里已经搬了3次家了。对，搬了3次家，所以每次搬家我都要搬着它，好烦啊。然后呢，还有这个呢，
叫颂钵。这个是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送给我的礼物，因为那个时候我在练习冥想，所以我的朋友说啊，这个东西可以帮助你冥想，可以让你的心静下来，平静下来啊，我觉得哇，好特别呀！但其实我也从来不用它，因为我冥想的时候习惯听手机里的冥想音乐，我不习惯用这个，我不习惯在冥想之前先敲一下它，所以这个就一直放在那里吃灰。虽然它很可爱，对吧？非常可爱，但是我很怕看到这种没有用的东西放在那里占空间。但是如果我的好朋友在看这个视频的话，我爱你，我感谢你，感谢你送给我一个这么特别的礼物。还有一个礼物呢，是这个你知道是什么吗？这个是一个你去徒步的时候，你背包去徒步的时候，可以帮助你喝水的一个水袋。水袋不是睡袋啊，那个是睡袋。这个水袋呢，这里有一个开关，你可以把它拧开，拧开，然后在里面装水。装好水以后，你可以再把它拧上，然后把这个水袋放到你的背包里。那你口渴的时候，你想喝水，你可以直接用这根吸管来喝水。这里也有一个东西可以先拧开，然后喝水，然后再拧上。这样呢，你就不用常常把背包拿下来，打开背包，拿出水瓶再喝水，这个就比较方便。送我这个的人呢，他觉得我很喜欢运动，所以我可能会喜欢这个东西。我看到它的时候，我也觉得哇，好特别的礼物啊，好用心啊！我的朋友真的想了很多，帮我找一个很特别的礼物。但是呢，到现在我也只用过一次，就是有一次我去秘鲁旅行的时候，我准备去那里爬山，但是在那之后我就再也没有用过这个了，因为我很少去很长的徒步，一般呢我可能就去最多4个小时、5个小时的徒步，那我就会带一个小的水瓶，我就不会用这个东西。所以其实这些东西真的很可爱，而且每个人在送给我的时候都很用心，他们想了很多，所以我非常感谢大家，很感动，但是他们真的让我很头疼，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，他们就一直放在我的抽屉里，放在我的书架上，很占空间，占很多的地方。当然也有很多礼物是我非常喜欢的，有些东西呢，它们看起来一点儿也不特别，它们看起来很普通，但是呢却非常的实用，你可以常常用到它。这样的礼物我就非常的喜欢。比如说
这个毯子。好，这是一条毯子。这个是我的好朋友，我最好的朋友送给我的圣诞礼物。送给我这个毯子的人，就是送给我这个颂钵的人。他们是一个人。他一开始给我这个毯子的时候，我想谁需要毯子啊？我睡觉的时候在床上已经有被子了，为什么要这个东西？而且它也不太大。但是哇，现在我太喜欢它了，我每天都会用它。为什么？因为呢，现在是多伦多的冬天，很冷。在房子里呢，我们会开那个暖气啊，开暖气。但是我不会把暖气的温度调得很高，因为那样很贵。对，现在我家里是21度。对，所以在21度的时候，其实在家里，如果你走来走去或者在做事情是没有问题的。但是如果你坐在沙发上，或者是躺在沙发上刷手机，就会有点冷。那这时候我就会拿这条毯子盖在我的腿上啊，非常的暖和，特别暖和，而且这个很软，很舒服啊，我真的太爱它了。然后第二个我很喜欢的礼物呢是这个，就是袜子。在我小的时候，我很不喜欢袜子这样的礼物，因为我觉得好无聊啊，太不好玩了吧。但是现在呢，哇，我好喜欢袜子这样的礼物，因为呢，我每天都要换袜子，但是我又没有时间每天洗衣服，我可能1个星期才洗1次衣服，所以我就需要很多袜子。而且有的时候我用烘干机烘干我的衣服的时候，每次从烘干机里拿出来衣服以后，我总是会少1只袜子，找不到了，总是少，所以每次只有1只袜子，一只，所以我需要很多袜子。而且你看它的颜色，这个也是圣诞礼物。我非常喜欢这种很多颜色、5颜6色的东西。而且呢，它的那个袜子，这个袜子是高帮。我现在穿的也是这个袜子，这个是一盒里面有4双袜子。这个袜子是高帮，不是低帮，这个是低帮。低帮袜或者这种在脚踝，这个是脚踝嘛，在脚踝这里的袜子叫踝袜。但是如果穿踝袜，我常常会觉得脚踝这里有点冷，所以我喜欢这种高帮袜，拉上来很舒服。然后第3个我很喜欢的礼物这个是我在今年2025年收到的我最喜欢的礼物。这个是一个瑜伽垫，瑜伽垫。因为我常常会在家里做瑜伽或者做普拉提，我的朋友就送给了我这个。这个瑜伽垫是一个旅行瑜伽垫，就是因为它很轻，所以你旅行的时候可以带着它。
而且它很薄，很薄。所以呢，你不但可以把它卷起来，你也可以把它叠起来，这样就很容易放到你的行李箱里，旅行的时候很方便，我很喜欢。所以我发现我喜欢的礼物呢，是那种非常实用的礼物，就是我会很自然的经常去用到它，我不用去想啊，我应该用它啊，这是我的朋友送给我的，我应该喜欢它。不用。那有些礼物呢，就是一方面他们很特别，你的朋友很用心送给你，但是另一方面呢，又没有用，你又不能把它扔掉，就真的很头疼。其实我觉得现在呢，我其实没有需要的东西了。我什么东西都不需要了，因为我的家里已经有所有我需要的东西了。那这样的话，其实朋友送礼物的时候，常常就是为了送礼物而送礼物。所以我特别不喜欢每年圣诞节都要送礼物，每年生日都要送礼物。我们都是为了送礼物而送礼物，就会常常送一些不太实用的东西。所以今年我跟我的几个好朋友，我们说了，好，今年我们不送礼物，我们不交换礼物，我们用这个买礼物的钱呢，一起去一个很好的餐厅吃饭，然后我们可以一起拍照。这样呢，我们不是花钱买东西，然后放在家里，我们是花钱买了回忆，然后把回忆放在了我们的脑子里，这样更好，对吧？那你有没有这种让你头疼的礼物？那你会怎么办呢？每次我的朋友送给我这种不太实用的礼物，我看到的时候都会想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但是我会笑着说谢谢好特别哦。对，就是像这个我还是不知道怎么办。有没有多伦多的朋友？如果你住在多伦多的话，我可以把这个送给你。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